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经常听老人们讲，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要遭天打雷劈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冥冥之中自有天道，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古往今来，雷击恶人的事例屡见不鲜，古书中多有记载，不可胜数。只是人们都很少读古书，所以不了解罢了。即使读了，也不予相信，认为是古人杜撰出来，用来劝善惩恶的。其实不然，古人著书相当严谨慎重，为子孙后代负责，怎会像现代人一样胡编乱造呢？怎能以一己之短见，抹杀无数之事实呢？再说，就算是个别的事例不真实，但是不可能全是杜撰的吧？而且古书中记载的雷击之事，多是针对忤逆不孝、谋财害命、邪淫乱伦之事，绝非偶然。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分享给大家，自省之余，也希望能通过各位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一、天雷震死不孝子。纪云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了一个事例：乾隆戊辰年，河间县西门外桥上，天雷震死一人，端柜不到，手举一纸包，未遭雷火触及，打开一看，乃是砒霜。众人不解其中缘由，不久此人的妻子听说后急忙赶来，见到此人也不哭。他说早就知道会有此事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他经常打骂老母亲，昨天忽然萌生歹念，想买砒霜毒死老母，我哭着劝了一晚，他也不听。此不孝子想用砒霜毒死老母亲，罪大恶极，天理不容，所以遭到天谴。此事时间、地点、人物记载详细，绝非杜撰。二、谋杀正妻，被雷击死。唐香清居士所传《因果报应录》中也记载了一件事例，与此事有相似之处。据聂云台老居士民国时期上海企业家乐善好施讲，有个叫谢祥言的人在上海一个外国人家中做厨师，一家5口，其妻蒋氏性情朴实，孝顺婆婆，常支部补贴家用。可是谢祥言却在外面勾搭上了别的女人，要娶姘妇为正妻，想与蒋氏离婚。他的母亲不允许，谢祥言就与神母商议，设计谋杀蒋氏。在戊辰年5月12日晚上，将毒药投放在桂圆汤里给蒋氏吃。忽然间天起黑云，风雨大作，霹雳一声，谢祥言与神母都遭天雷打死。谢祥言的阴囊和腿部都被打裂，神母的头面被劈去一半。谢祥言犯下邪淫罪恶，又谋杀正妻，被雷击死。这2个案例，一个不孝，谋杀老母；一个邪淫，谋害正妻，所以顿遭险报。由此可见，举头3尺，绝有神明，善恶之报，丝毫不爽，世人能不知所畏惧吗？三、不孝之报，被天雷震死。梁公陈北东原笔录中记载，厦门有个陈某，为人心很暴戾，他有个50多岁的老母亲，陈某知是母亲如同奴隶，稍不如意就骂力百出，不可名状。母亲经常在背后悄悄流泪，邻居们都劝他说，这是你的母亲，做儿子的哪有对母亲这样的。陈某昂昂不睬。一天，母亲有事回来晚了，做饭稍晚，陈某怒目而视，骂道，做一顿饭都不能，不死还能干什么？说完，突然间天昏地暗，风雨骤至，一声霹雳，闻者无不胆战心惊。陈某被天雷震死，脸上还留有朱红色不孝极恶之报6个小字。四、雷警不孝，留有雷书。汪道鼎作花治果记载，江西某人以赶鸭为生，其母去世，父亲年迈，某人嫌父亲白吃白喝，经常谩骂父亲。一天，正在对父亲肆意谩骂，忽然霹雳一声，将此人提至院中。乡人来看，见他须发衣裤都被雷火焚烧，神魂如痴，不能说不能动。乡里有个能辨认雷书的人，说赶快翻开锅底来看，一定有异状。把锅底翻开一看，果然有朱色篆字，经过辨认，乃是雷警不孝4字。后来众乡邻为其请来道士设立斋教，代为忏悔，让他跪在父亲面前，
3天后，此人开始能够说话，从此改恶从善，竟成孝子。上面这2件事有相似之处，一个被打死，一个被打伤，可见忤逆不孝者必遭恶报，若有犯者，一定要忏悔。更为奇异的是，都在身体上留有字迹，古人称为雷书。可见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冥冥之中不可思议的事情有很多，是现代科学所不能解释的。奉劝大家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对于天地鬼神，务必知所敬畏。不但古书中的记载不胜枚举，近现代报章中也多有刊载。善恶报应乃是天道，不以时间为转移。现代科技昌隆，但是天道循环报应亘古不变。5. 雷击恶人，报应昭彰。1948年8月7日，重庆陪都晚报刊登一则通讯：本月初3日，贵州修文县发生一件果报之事，颇堪寻味。修文县岩角乡李姓农民家有妻子以及年方周岁之男孩1人，夫妻视此子如宝贝，每日出外工作，均抱此孩同往，以防发生意外。李某过生日，赴城买母鸡1只，返家后命妻炖鸡，其妻遂将鸡洗净，置于锅内煮不久。李某因田内工作未完，即携妻往田内工作，估计返家时鸡必煮熟，即饱餐一顿。妻子因午睡未醒，不便携出同往，恐其着凉，随后将棉被1条盖在小孩身上，2人放心而去。谁料刚走不久，同村之陈某因家中走失母鸡1只，四处找寻，均未获得，乃至李某家中，忽发觉锅内煮有母鸡1只，即错认为己物。李某、陈某向来有嫌隙，陈乃将鸡取出，心上不甘，赋施极残忍之手段，将李某之子放置锅内，取鸡带之而去。不久，李某夫妻返家，床上之孩子不见，方感惊疑，突然见锅内有异，前往一看，当时魂飞天外，原来2人之独生子被煮烂死于锅内，皮肉均裂，惨不忍睹。2人见状，痛不欲生，当夜里妻即忧病而亡，李某亦自杀而死。隔了1日，雷雨大作，陈某竟被雷击死，在陈某尸旁死有野猫1只，口内尚有鸡毛数根，因此知谋杀李某之子，凶手即为陈某，而时陈某之击者为野猫，故陈某及野猫均被雷击。世间法律所不能治者，天律竟森严不爽，发雷以惩其明明罪恶，报应昭彰，万人目击，岂不可哀可惧也？6. 天雷击人，如此之巧。玉历宝钞记载，辽宁庄河光明镇北关有一人叫王子臣，3岁丧父，由寡母勤劳抚养成人。60年代由政府照顾，保送到芙蓉铜矿当工人。当时的国家职工在农村显得了不起，娶了媳妇，也生了孩子。夫妇上班，缺人做饭带孩子，就把老母亲从农村接到矿上做饭带孩子，既有保姆，又不必付工资，本当和睦相处，以为老母安度晚年。谁知娶了媳妇忘了娘，媳妇对婆婆不好，儿子又听妻子的，共同虐待亲娘。事后子媳稍不如意，非打则骂，年长越久，母亲不堪忍受，有时说：我这苦命人真不如死了好。其媳说：你能死吗？你真死了，我就到市场卖你的大碗肉，即做畜生肉卖。敢对母亲说这样恶毒的话，可见平时是如何的虐待了。一天夜里，风雨交加，雷声隆隆，一团红球破窗而入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天雷同时击毙了王子臣夫妇。当时坑上共躺了老少3代5口人，王子臣夫妇睡在两头，在中间的祖母、小孙子竟然安然无恙。7. 赖账对天发誓，果遭雷击。据东南快报报道，2008年8月26日下午，福建省福清东汉一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对天发誓，诚如确实欠钱，就遭天打雷劈，结果1分钟后就遭雷击，所幸最终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。
男子姓许，3年前一朋友结婚，曾让黄某代包500元礼金，后来自己渐渐忘了此事，心有不甘的黄某在朋友面前颇有怨言。26日下午，黄某手持木棍冲到许家逼债，徐某也持铁棍相持，但碍于面子始终不肯承认欠钱。最后黄某表示，如果徐某敢对天发誓自己没欠钱，他就不要这个钱。徐某一听果然当众发誓，称如果真欠钱就遭天打雷劈。没想到1分钟后，许某果真被击倒。福清联丰边防派出所接到报警，把该男子送到医院抢救。医生证实，男子确实是被雷电击伤。医生告诉边防，所幸当时电量较小，没有对徐某造成致命伤害。经过治疗，徐某最终脱离生命危险。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知道，人间耳语，天文若雷，暗示亏心，神目如电。凡人举心动念，天地鬼神悉知悉见，而且更不可乱发毒誓。人一发誓，即有天地鬼神为之正盟，如果违背誓言，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。以上古今中外的诸多事实可以证明，雷击恶人确有其事，奈何世人一叶障目，每多不信。佛言：1日有3善，3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与恶，是恶，行恶。1日有3恶，3年天必降之祸。为人莫做亏心事，举头3尺有神明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人生不过100年，善恶皆有因缘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